这里是西安，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。我们可以看见，在我家楼下的这条地摊夜市上，人却非常的多，在各个摊位前坐满了逛市的市民，老板们呢也是特别的忙碌。我们在街边可以看到各种特色的小吃，非常的让人对于人有诱惑力。夜市经济的烟火气又重新的回来了。那么在后疫情下，地摊经济确实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，比如这些外来的从业人员、务工者，初到这个城市的一些人。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，地摊经济几乎是零门槛，给了大家一种人人都能发家致富的错觉。但其实零门槛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不存在超额收益。比方说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份炒面在地摊夜市上也就是7、8块钱，几十种类的冒菜呢，在这里基本上也就10几块钱，比起其他那些门店里面的一份基本上在20、30块钱以上，这个价位就非常的便宜了。不得不承认，地摊经济确实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，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。满满一大份鸡柳在这里也就是10块钱，可是无论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，那也就得20、30了。10块钱可以在这里买到3个烤生蚝，但是在大的夜市排档上，价格至少是它的2、3倍之多。所以就说呢，一旦有了赚钱的零门槛生意做，就会立刻的涌入无数的竞争者，瞬间就会把生意打成不赚钱。起初我们这里也就是2、3家，后来的人特别多呢，慢慢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地摊夜市街，至少是有20、30家参与进来。因此对摆地摊的人来说，永远只可能是辛辛苦苦赚个辛苦钱，很难真正成为一种持续性的事业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些炸串夹馍在夜市上的话，人工成本加上食材成本大概是在4、5块钱，可你卖的价位顶多也就是7、8块钱左右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：目前地摊经济刚刚复苏，竞争还不激烈，摆摊似乎还有利可图，有钱可赚。但随着大量地摊从业者加入，竞争也会特别的激烈。比方说，除了特色美食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绿植、盆景此类的也涌入到了夜市摊上。那么随着后续全球需求经济的复苏，地摊经济可能将逐步的萎缩。等到保就业诉求减弱的时候，地摊经济很可能就要被雪藏了。虽然地摊经济是中国当前经济重压之下的一种权宜之计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它不可长久，也不可能持久。
like I will stop myself in a pie.